在动漫中会有长得很像的角色，但有些角色如果失去了特征，那完全没办法分辨谁是谁了。第一位，哆啦 A 梦。这时候你肯定会想，这蓝胖子有啥认不出来的？你给他穿上背带裤，戴上中分假发，我都知道他是哆啦 A 梦。你说的对，但哆啦 A 梦这个角色的特征其实非常的不一样。首先，它是蓝色的，然后它作为机器猫是没有耳朵的。这个时候有人就会问了，这有啥的？不就是哆啦 A 梦的外观吗？是的，但这些外观在早期动画中就有解释过。哆啦 A 梦的耳朵是被老鼠咬掉的，被咬掉耳朵之后伤心过度，把自己哭成了蓝色。所以如果哆啦 A 梦失去特征，那么就是还原成出厂设置的外观。你真的能在一堆黄皮量产机器猫里面找出哆啦 A 梦吗？甚至说大家都回滚到出厂设置外观，恐怕每一个个性鲜明的机器猫都认不出来谁是谁。然后就是这张图，我知道这是一张老图，我也能告诉你这个是雪之下雪乃，这个是东马和沙，这个是霞之丘诗雨，这个是黑雪姬，这个是蛇参梦子。但我也得告诉你，我分辨他们完全就是靠着图中画师留下的特征线索。雪乃的红色蝴蝶结，东马的眼睛和钢琴，学姐的发箍和原稿，黑雪姬的两根呆毛和蝴蝶，蛇参梦子的红瞳，都是这些角色最直接的锚点。光是这张图乍一看人都得懵一会儿，如果这图里的学姐手里没有原稿，入虚东时没有这一撇头发，要怎么从白发箍三人组里分清楚霞之丘诗雨、入虚东时、原野秋叶？甚至说不在这图里，哪怕只是他们三个去掉特征，穿一样的衣服，都一样分不清楚谁是谁。如果这图里的夏娜没有项链吊着，就是一个背对着你的黑长直，恐怕性别都分不清楚啊。所以黑长直美少女没有特征也是很难区分谁是谁的。不过既然前面都说了量产机了，那扎古肯定也算一个。你看那个红色有角3倍速，你就给他刷个绿漆吧，一头扎进扎古堆里面，谁能知道哪个是你？简直就是偷袭的一把好手。但那个男人用什么都喜欢刷成红色。还有那个大青椒，你把大青椒的4个香蕉皮拆了，谁知道你是刹帝利啊？难道靠你战斗时的操作吗？别说什么胶老分不清，来，看视频的胶老发个弹幕，同屏能超过20条吗？说到底，一个系列动画的资深受众那本来就是少数，别说非深度用户分不清扎古了，非深度用户看我这串报菜名：高达、林峰、巴巴托斯、强袭、自由、脉冲、高达 X、飞翼、胜利、ZZ 高达，现在重新把这些名字和图片连线起来都困难。如果有胶老不信，可以让你不拼胶的朋友来试试，有特征都分不清楚好吧？这时候你再看看扎古，是不是感觉分不清楚也很正常了？当然了，用机器人来讲这种东西多少还是有失偏颇，但在二次元也并不缺少长得没什么差别的角色，比如5等分的花嫁，在设定上就说长得一模一样可以互串身份，戴个头套就可以做到。而抛开设定，画的别无二致的也一样有，比如侦探已死女主角和约战的折纸大师，当时在侦探已死的 PV 刚出的时候就有人在说了。再比如一拳光头和小丸子爷爷都是卤蛋头，小丸子爷爷的褶皱给他抹了，和奇遇老师也差不多嘛。爷爷我以前可是很强盗，但是经常能看见的一个梗，而给奇遇老师披上一个头套呢，和龙套又差不多了。能说不愧是同一个作者，那是不是给奇遇换谁的发型就是谁啊？好玩。最后还有泛用性最强的京都脸，这个交换发型产生新角色的图大家一定见过不少吧？这就是京都脸啊。你们还知道哪些抹了特征就傻傻分不清楚的角色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讨论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